克里米亚再遇袭，乌军首次摧毁价值6亿美元的 S-500防空系统。俄军基地遭遇重创，训练场、军火库以及教官营房遭遇乌军猛烈打击。俄罗斯宣布即将恢复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同时还将进行全球部署。针对此事，美国该怎么接招？北约秘书长公开表示，俄军已无法在战场上实现任何重大突破，夏季攻势成果寥寥。北约秘书长继续游说韩国，希望韩国能够修改法律，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帮助。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继 S-300、S-400防空系统接连在克里米亚被乌军利用陆军战术导弹摧毁之后，俄罗斯也是请出了最后的镇国神器 S-500防空系统。这是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防空了，但仅仅过去半个月的时间，就传出了 S-500被摧毁的消息。近期，乌军加大力量，发动了针对俄军防空系统与雷达系统的毁灭行动，以此来为即将加入乌克兰空军的 F-16铺平道路。在一系列的行动中，克里米亚成为乌军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使得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与雷达系统被乌军利用无人机、暴风影巡航导弹以及陆军战术导弹打击得七零八落，使得俄军基地、军火库以及刻赤大桥等目标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乌军打击之下。于是，在6月中旬，俄罗斯决定从4月份才装备俄军用于莫斯科防空的4道 S-500防空系统中，选择其中一套部署在克里米亚，部署地点就是此前防空系统被彻底摧毁的战科1机场。然而，这套被寄予厚望的防空系统在部署克里米亚之后，不知道是先天营养不良还是后天水土不服，反正在实战中表现与 S-300、S-400没什么区别。根据火力军了解到的消息，6月24日，乌军通过海马斯向克里米亚发射了大约10枚陆军战术导弹，其中只有1枚因受到 S-500信号干扰，在克里米亚海滩上空自爆，而剩下的9枚基本命中了既定目标，包括俄军位于克里米亚萨基地区的远程天空通信中心。而在6月28日，乌克兰传出消息，当天乌军再次袭击克里米亚，并利用装有集束战斗部的陆军战术导弹，成功摧毁了 S-500防空系统。这套让俄罗斯引以为傲的防空系统，仅仅部署了半个月时间就被摧毁了，一时之间竟让火力军有点无语凝噎。这还是曾经那个大量出口防空系统与雷达系统的俄罗斯吗？铠甲防空 S-300、S-400，就连最新部署的 S-500都难逃被摧毁的命运。不过，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虽然不能拦截乌军导弹，但在拦截自家空天军时却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在这2年多的时间内，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架飞机是被俄军自己打下来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没有放出可靠证据来证明 S-500防空系统已经被摧毁。接下来，火力军会持续关注该事。接下来是俄乌战场上的另一段时间。根据德国媒体报道，乌军在6月下旬对位于俄本土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了报复性打击。根据报道，此次乌军袭击的基地正式名称为俄罗斯第726防空训练中心，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与亚速海海滨城市叶伊斯克相距不远，是俄军主要进行空军作战和防空训练的基地。另外，在这座军事基地中，除了存放大量自杀式无人机以外，还有伊朗的无人机教官。这些军事教官是为了训练俄罗斯无人机操作人员。乌军之所以将这座机场设为目标，是认为俄军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有部分是从该基地进行的。根据乌克兰海军的通告显示，在此次袭击中，摧毁了俄军在基地存放的20架目击者136无人机、50架柳叶刀自杀式无人机以及50架无人侦察机。同时还袭击了基地行政楼以及俄军伊朗教官居住的营房，并造成俄军3名教官阵亡。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天的战报简报中证实，乌军确实发动了袭击，对俄军基地发射了海王星导弹，但宣称俄军防空击落了所有导弹。
接下来是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在警告美国称其无人机在黑海执行任务存在直接对抗的风险之后，普京又再次对外消息，计划重启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与全球部署。6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议上表示，如今的美国不仅恢复了陆基中程导弹的生产，并且还将这些导弹带到丹麦参加演习，而在前不久还宣布将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面对美国的做法，俄罗斯表示这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普京表示，为了回应美国，俄罗斯将恢复中程导弹的生产，以及进行全球部署。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在美国退出之后，俄罗斯也宣布退出。紧接着，美俄便重新开始发展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与陆基巡航导弹。而外界也开始讨论，美俄两国究竟是哪一方先违约的。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五角大楼检测到俄军试射的伊斯坎德尔巡航导弹违反了中导条约，其射程超过了1000公里，远远大于俄罗斯宣称的500公里。针对此事，美国要求按照条约对俄军装备的所有伊斯坎德尔导弹进行详细核查，但遭到了俄罗斯官方的拒绝，仅愿意向美国展示预先准备好的样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你无情别怪我无义，随即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也紧跟着退出了。事实上，不仅是中导条约，美俄相继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俄罗斯拒绝美军侦察机飞越加里宁格勒和南奥塞梯等地区，然后美国就宣布退出条约。但到了现在，哪一方违约导致中导条约变成一纸空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条约的废弃可能再度引发军备竞赛，所以双方还是要谨慎一些才对。你觉得呢？接下来是关于北约秘书长的最新消息。斯托尔滕贝格认为，俄军夏季攻势已经结束了，并且无力在乌克兰战场实现任何重大突破。根据媒体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场采访中表示，目前俄军已无法在战场上取得任何重大突破，其作战能力已经极度衰减。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在今年春季与夏季，俄军曾多次试图展开大规模进攻，尤其是5月份发动的哈尔科夫战役，但直到今天，战果寥寥无几。反观乌克兰方面，不仅坚守了防线，还会通过正面战斗与深入战略打击，对俄军造成严重损失。尽管目前俄军仍保持进攻态势，但随着北约大力援助，俄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前景变得越来越不乐观。外界认为，这是俄罗斯不断传出谈判信号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虽然俄军在前线的损失不小，但目前并不缺少作战人员，因为有国防部为前线提供足够的兵员。真正短缺的其实是军工业。俄军每个月会在战场损失80余辆坦克与250余辆装甲车，而目前的俄罗斯军工业已经无法满足前线消耗。在俄军目前装备的坦克中，大约有4%是在冲突爆发后起风的库存。由于缺少足够的装甲车辆，俄军在战场上大量使用各类民用车辆。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为了突破防线，俄军可能会继续向乌军施加压力，包括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动空袭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盟友应该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尤其是韩国。斯托尔滕贝格认为，如果韩国决定支援乌克兰，将对战况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年中，韩国通过军备出口不断扩大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比例。如果韩国能利用国内的军工产能为乌克兰提供急需的武器装备，是能够改变战场现状的。其实，在去年，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东亚时就曾表示，希望韩国能像德国与挪威等国那样修改相关法律，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帮助。而那时的韩国因为受限于本国法律，只能提供大量其他援助，并未提供军事装备。但即便如此，韩国在北约军援乌克兰的大工程中依旧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韩国与波兰签署的巨额军购合同，波兰在接受 K2 主战坦克与 K9 自行榴弹炮后，便将现役的豹2、T72以及 PT91等主战坦克以及 2S1、螃蟹等自行火炮提供给乌克兰。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部分弹药，同样是从驻韩美军的库存中抽取的，而弥补库存空白的订单则是交给了韩国。
要知道，韩国军方装备了不少 T-80主战坦克与 BMP-3步兵战车，同时还拥有不少自主研发的先进装备。只要韩国修改法律成功，乌克兰不仅可以获得大量苏俄制装备，同时还能获得许多技术支持。不过，这项提议的最终决定权是在韩国手中的。而针对斯托尔滕贝格的提议，韩国表示会重新考虑。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用户6月28日报道，波兰 WB 集团开发的先进综合性无人机系统将很快交付给波兰陆军。据悉，该无人机系统由指挥战车、移动发射车以及多种无人机组成。它配备了先进的传感器和效应器，集成了国家通信和火控系统，且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快速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其中配备的移动发射车能够携带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包括战术性和攻击性无人机。前者可用来进行各种情监侦任务，后者则可配备导弹系统，对100公里内的敌对目标实施远程精准打击。同时，该无人机系统在设计上也进行了优化，能够使其与其他部队共享实时信息，从而展开联合行动。该无人机系统的第一批组件已于2022年12月交付给了波兰陆军第18炮兵团。完整的无人机系统当初也预计于2024年交付，如今既然已有消息传出，可见距离交付不远了。据综合媒体6月26日的报道，美国第30装甲旅的士兵开始对下一代班族武器里的小型武器进行测试。据悉，下一代班族武器计划是美军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换装数量最多、标书金额最高的轻武器装备项目。它的相关技术基于2003年启动的轻量化机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美军研制出一款全新的机枪。尽管该计划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持续进行，但由于美军的保密措施，外界并没有足够多的细节信息。直到2018年7月，美军才正式公开宣布开展下一代班族武器研究计划。有相关专业人士分析之后称，该计划是美军有史以来最庞大、最野心勃勃的武器换装计划。据公布的信息显示，新型枪弹是该计划的关键，因此美军在进行 5.56 毫米枪弹和 7.62 毫米枪弹研究时，还研制出了新的 6.8 毫米枪弹。经过测试， 6.8 毫米枪弹在射程、精度、杀伤力、重量等方面全都优于前两者，美陆军更是对此青睐有加。随着上述计划的有效实施，美军新式武器、新式枪弹持续更新。从2023年开始，美军陆军开始进行小规模批量换装，而此次测试于6月6日在自由堡基地开始。美国军方测试了 XM7 步枪和 XM250 机枪，它们分别是 M4 卡宾枪和 M249 机枪的替代品。据美军方透露出的消息， M4 卡宾枪和 M249 机枪在射程方面有所欠缺，并且可能无法打穿重型防弹衣，而 XM7 和 XM250 在便携性、破坏力以及精准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至于何时能够完成整体换装，美方尚未确定具体时间，火力军会持续关注。据军文网6月27日报道，美国陆军将在未来3个月内对新型火力支援战车 M10 布克进行严格的作战测试。据悉，由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制造的 M10 布克战车已于今年4月17日向美国陆军成功交付了第1辆，目前已经累计交付8辆。该战车集主战坦克的火力和机动性于一身，它将取代旧型号 M1128 机动炮车，可为轻步兵和空降部队提供更强的机动性以及火力和态势感知能力。它的主要武器是一门105毫米 M35 线膛炮，可发射高爆反坦克炮弹以及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使其具备攻击敌方装甲和工事等目标的能力。当然，主武器也可装备120毫米的 XM360 火炮或50毫米的 XM913 超级大毒蛇机炮。
副武器是一挺7.62毫米 M240C 机枪和一挺12.7毫米 M2 重机枪，以此来对付轻型目标和步兵。它还配备有 MTU-8V199柴油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800马力，最高时速65公里，在各种地形上都有超高的机动性，续航里程约为480公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M10布克战车的防护性能与其他型号相比较一般，它为了机动性而减轻了击中，装甲防护性偏差，只能够抵御小武器射击和炮弹碎片。但为了保持整体战斗性能，工程师给布克设计了独特的防护装甲，即能够拦截来袭导弹的主动防护系统。至于表现如何，就要看接下来测试了。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用户6月28日报道，法德 KNDS 集团宣布将成为欧洲军用机器人的主要供应商。据悉 ，KNDS 开发了多种高度模块化的无人系统，能够满足各种操作需求，在机器人领域有着相当大的权威性。如其开发的机器人可遥控桥梁铺设或执行爆炸物侦察等任务。总之 ，KNDS 开发的机器人凭借模块化和高度智能化系统，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御方面，都拥有着极强的自主性，极大满足了军队的任务需求。此前，乌军米格29战机携带法国 AASM 炸弹疑似袭击别尔哥罗德的视频曝光了。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官方均未对此进行正式确认。据悉，别尔哥罗德位于乌克兰边境，它是乌军进攻最频繁的目标。自2023年以来，每月的袭击次数大约在300到400次。如在6月27日，据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称，仅在6月27日当天，该地区就遭到了28次无人机袭击，以及12次导弹袭击。可以说，俄罗斯别尔哥罗德是乌军打击反击最惨的一个州。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各位觉得，在朝鲜大举援俄的情况下，韩国会修改法律来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吗？除此之外，关于乌军在针对克里米亚的袭击行动中成功摧毁俄军 S-500防空系统，各位又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